丈夫查出无精症后，相处10年的闺蜜却挺孕肚上门，扬言让她负责。闺蜜是个热心肠，她说要帮我测男友的忠诚度，我答应了。1天后，她笑眯眯地说，男友是个好男人，让我好好珍惜。半年后，她带着肚子敲门，要我男友为她负责。可是男友昨天送来的婚检报告我看了，他没有生育能力。闺蜜的测试手段到底是什么？她怀了谁的孩子？亲情长相守，真情在人间。大家好，我是秋兰，欢迎观看《真情人间》。刘康宁脸色大变，后退了几步，和闺蜜拉开了距离。严丹丹，你瞎说什么？我怎么可能和你发生过关系？她说完，迅速看向我审视的眼神。昨天刚拿到刘康宁体检报告的我，自然知道她生不出孩子，而她自己还没细看报告。我正想着要怎么和她说，闺蜜就上了门。孩子不会是她的，但是她有没有和闺蜜发生过关系，这我就不知道了。我收回了瞥向刘康宁的眼神，转头看向眼前身材略有些浮肿的闺蜜。这半年，严丹丹总是找借口不和我见面，最多就是和我打视频电话。原来是有了。丹丹，你先别哭，和我仔细说说，凭什么你说你肚子里的孩子是刘康宁的？严丹丹抿了抿樱粉色的嘴唇，虽然因为怀孕她人圆润了些，但天生姣好的面容还是十分惹眼。裴雅，你还记得我半年前和你说要帮你测试刘康宁的忠诚度吗？那天我们背着你发生了关系。说完，严丹丹哭出了声，双手捂住了脸，她极其可怜地瑟缩着肩膀，哭得花枝乱颤，十分可怜。我心里很不是滋味，虽然我知道严丹丹的本性，但此刻的冲击还是让我一肚子火。和我相好了10多年的闺蜜背叛了我，即将和我结婚的男人对我不忠诚，更重要的是，这死男人居然生不出孩子，全都在耽误我的事，真是气死我了。哪里轮得到他哭？想哭的人是我吧？我揉了揉太阳穴，深呼吸了一口气，别哭了，吵死了。刘康宁，你给我老实交代。忽然抬高的声音吓得刘康宁身子一颤，他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扒着我的裤腿说道：雅雅，你要信我，我要是出轨，我出门就被车撞死。他眼神坚定，这话说得很是用力，以我对他的了解，这实在看不出是弄虚作假的成分。我心中莫名对刘康宁相信了几分，迟疑地看向难以置信的闺蜜，她白皙修长的指尖指向刘康宁，气恼地说道：你发毒誓有什么用？我能不知道是谁做的？那天房间里就你一个人。刘康宁莫名其妙地看向指责他的严丹丹，啪嗒一声，女人的手因为男人的抽打而浮现出红痕。刘康宁死死地看向闺蜜，胡说八道。那天我把你送进去后就离开了，怎么会是我？忽然他像是想到了什么，喉结动了动。等等，那天我帮你喊了个解酒药的外卖。闺蜜尖叫了一声，两眼一翻，昏死了过去。等到闺蜜醒来，她哭天喊地说着自己不要做人了，自己不干不净，不知道孩子是谁的。我忍不住翻了个白眼，对于现在要生要死的闺蜜有些无语，真是演技一流，她完全沟通不了。我只能转而看向一脸不悦地盯着严丹丹的刘康宁，你和我到里面来。闺蜜还在外面哭天喊地，我们只能进去里屋聊。我保证孩子不是我的，我也没碰过严丹丹。雅雅，我们都在一起5年了，一次关系都没发生过。你知道我是个很会忍耐的人，而且我有你了，又怎么可能会对他做那种事？你又不是不知道我，
那个了。我挑了挑眉，抱胸站在窗台边。你先和我说说他是怎么测试你的。那时候闺蜜迷恋上了帮人测试男友忠诚度，她星星眼地看我，撒娇说要帮我测试，还说自己测了几个，测完后情侣间的会没有猜忌，更加幸福。而她只是赚个奶茶钱，是我太随心，觉得无关紧要，便让她去了。没想到会酿成现在这个局面，我叹息一声，手指抵着自己冒汗的额头，听着男友的复述那一天发生的事。谢谢姐妹的200大洋，我来帮你测试一下你未来老公。半年前，闺蜜要我把刘康宁约了出来，她笑脸盈盈地拉着我的手，保证说不会做出格的事。而在刘康宁的视角看来，全都是离谱事。他那时候和发春没两样，一下子就凑进我怀里，哎呦哎呦地叫着，身上还一股酒味。刘康宁一脸厌弃地说，看起来是真的讨厌闺蜜的亲近。她说她喝醉了酒，联系不上你，所以才找我来接她。我是出于好心，她却对我动手动脚，还在我耳边吐气，我看着都恶心，心想你的闺蜜怎么做这种事情？那时候我都不敢猜她是勾引我，吓得我连忙就把她推开了。哎，我是你的男人，我怎么可能还会碰别的女人？后来我觉得她醉得不行，一把她送回去，我就把她甩进卧室里，好心给她叫了解酒的药。我拿到药才走的。可能是外卖小哥意识到只有她一个醉酒姑娘在里头，所以刘康宁没有继续说下去。他抬眸试探性地看了没什么表情的我，我微微点头。拿到药后，你有锁门吗？楼下有监控吗？刘康宁回想了一番，连忙点了点头，有。我还记得我把钥匙藏在他门口的地垫下面了。我嗯了一声，只说了一声知道了，就回到了客厅。你们都欺负我！呜，雅雅，我不活了！我都不知道自己怀了谁的孩子啊！我死了算了！呜呜呜！我看着站在窗边，正打算跳下去的闺蜜，忍不住翻了个白眼。行，跳下去，这里1楼跳不死人，顶多摔烂你肚子里的娃。如果你想要孩子没了的话，闺蜜身子一颤。转头悠悠地看了我一眼，这才缩回了脚，抽噎着坐回到沙发上。看来我猜的没错，严丹丹心里有鬼。现在我说什么你回答我什么。第一，你测试过多少人？第二，你测试后和多少人发生过关系？第三，我眼神一凛，直勾勾地看向闺蜜别开后慌乱的脸。第三，如果刘康宁是你第一次测试的人，你是不是知道孩子是谁的？只是想找他当接盘侠，或者说掩护？严丹丹咧开了一个尴尬的笑容。哎呦，你怎么想我的？这怎么可能？我冷笑一声，门是有锁的。丹丹，我们大可以现在去调你小区附近的监控，而且我甩下了刘康宁的体检报告，你怕是不知道，刘康宁生不了孩子，他的精子没有活性。站在我身边的刘康宁猛地一颤，2道难以置信的眼神朝我射来。这次晕倒的人不是闺蜜，闺蜜拿着报告看了几眼，颇有些嫌弃地瞪了一眼昏死在地板上的男人，这家伙居然生不出孩子。我挑了挑眉，伸手掐住闺蜜的下巴，让她直视我。现在你该和我坦白了吧？严丹丹白皙的脸颊冒起了尴尬难堪的红色，她咽了咽口水，下一秒她又换了个记起忧愁的表情。不去学表演，可真是可惜了她的才华。雅雅，我就测过2个人，一个是佳丽的男友周子舒，一个是刘康宁。所以我肚子里的孩子其实是……他垂下了眼，扭扭捏捏地说出了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名字。
我肚子里的孩子是我老板陈淼的。呜，雅雅，我该怎么办？陈淼他不肯离婚，不愿意娶我，我打算生下来先借个户口，就是怕孩子突然被外人抢了。等时间一到，我就会带着孩子去要钱，不会霸占你们家的户口本的。我很是无语。严丹丹之前进了家传媒公司做主播，没想到没学到什么，倒是学了一堆套路。那你有2个选择，为什么只选择刘康宁？他是我未婚夫啊。闺蜜抿了抿嘴，抬眸怯懦地看了我一眼。你别急，其实我2个都没碰。第1次的时候太生疏了，而你的男人，嘿嘿，我知道了一些刘康宁的风流韵事，他不太行。姐妹，你别和他结婚了，我这也算是帮你脱离苦海了。严丹丹犹豫了片刻，眼睛看了几眼昏死过去的刘康宁后，才启唇道：我去年就听说他年轻时候玩得花，男女不忌，后来被人家正宫找上门踢坏了，才销声匿迹。据说那东西就是个摆设，听说是他妈急着抱孙子，才把你介绍给他，不然就你这个普通背景的女孩，怎么可能嫁给富2代？我倒是无所谓他能不能行，就是没想到他居然是死精，连嫁祸都搞不了。这话说完，严丹丹的表情看起来很是可惜，我满脸黑线。这死严丹丹，撬我墙角就算了，还不忘诋毁我几句，气得我伸手扯着他的耳朵骂道：你因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吗？我和他不过是协议结婚，生下孩子我就能拿500万，你当我傻？靠北！本来就因为他生不了孩子的事气得不行，闺蜜又来捣乱。严丹丹哎呦哎呦地叫着，一脸委屈地看了我一眼，搞得我又舍不得对她发火，转头恶狠狠地看向地上还没清醒的男人，伸过去猛踹了一脚。烦死了！当初婚检备孕搞了这么久，现在告诉我刘康宁生不出孩子，那我不是白搭进去1年吗？操，不行，就算是1颗蛋都没下，他生不了也不是我的责任，我要和他索赔点补偿金。等到刘康宁醒来的时候，已经是半个小时后。哎呦，我怎么身上这么痛啊？我去！他哀嚎了一声，揉着自己的肚子，哼唧了几声。雅雅，我刚刚到桌角上了吗？我冷哼了一声，没有理他满身淤青的可怜模样。刘康宁瞬间有些委屈，你别气，我心里也难过呀。哎，我废了就算了，怎么连经都是死的？我怎么就生不了孩子了呢？呜呜，哪壶不开提哪壶。他说到这个，我就气得不行。刘康宁，你生不出孩子还骗我和你合作，你必须得给我个解释。我不能白白搭进去1年的时间，就算没有那500万，你至少要给我精神损失费。我这话有些绝情，毕竟我也是个趋利的女人。此刻有些脆弱的刘康宁哀怨地看了我一眼，又吸了吸鼻子。他坐在地板上，环抱着自己的膝盖。对不起，雅雅，可我要是生不了孩子，我是没有钱给你，是我爸妈要求我必须结婚生子，而且在我生出第1小孩后才会给我立遗嘱。对不起，我无能，没有遗嘱我没法给你赡养费呀。说完，刘康宁委屈地揉着眼睛哭出了声。坐在旁边安静了许久的严丹丹咳嗽了2声，特意彰显了一下她的存在感。她蹭了蹭我的肩膀，一脸讨好：姐妹，你说要不这500万咱俩平分，我只是要个户口，到时候孩子生了过继给他得了，不和你抢男人，我只要钱。我眉头一紧，看向闺蜜发光的双眼，你刚刚不是非陈淼不可，你以后不去找他了？男人如衣服啊，姐妹，那男的抠得要死，我和陈淼可不是什么真爱，还不如给刘总效力。刘总大方。嗨嗨，你看我们这样多和谐呀！
他既可以继承家产，我的孩子也有了户口，你也能拿到钱。宝贝，你真的不心动吗？我淡淡的眯了眯眼，心中却像是被欲望之蛇疯狂舔舐。心动，疯狂心动，钱在和我招手。我咽了咽口水，转头看向被我们伟伦惊到瞪大双眼的刘康宁，他思想包容性似乎没有我们两个强大。我浅笑了一声，语气变得极其柔和。其实我觉得丹丹的提议挺好的，刘康宁你怎么看？他指了指自己，头一缩，我觉得不太行。其实我很保守的。保守个鬼！忘记自己俩蛋是怎么没的了吗？我瞪了他一眼，他立马瘪了瘪嘴。故事不是这样的，那些都是谣言啊！说完，刘康宁猛地站起来身，连语气都变得有些颤抖。时间倒退回10年前，夏日炎炎，热气腾腾，像是要把人蒸熟。此刻一个靓仔走来，是刘康宁这个大冤种啊！你们不要这样，我要回家！救命！女孩娇滴滴的声音响起。刘康宁大吼一声，当年的见义勇为让刘康宁惨遭蛋蛋丢失之苦，一个蛋蛋没了呀！他跪在地上，呜呜呜地哭了几声。我是做好事才把自己搞残缺，谁知道有人碰见我去医院做那方面的手术。等我回到学校的时候，我已经身败名裂了呀！我不是色魔，我是见义勇为，我是做好事。他这话说的我的心有些酸涩，叹息着拍了拍他的肩膀。严丹丹也颇有些愧疚，接连说了几声抱歉。可是我不能看着钱不赚啊！康宁，你听我说，丹丹这个孩子生下来后过继到你户口，到时候一石三鸟，岂不美哉？你可能现在接受不了，是担心孩子被要回去。我让丹丹立字据好不好？你也不想你的遗产捐给社会是吧？刘康宁崩溃地抓了抓头发，还是有点抗拒。我只能让闺蜜暂时先住下来。严丹丹和我从一个村子出来的，至少认识了快30年。之前她也来过我这里，并没有过多的拘谨。也就在第2天，有人敲响了房门，是一位圆润的妇人。我不明所以开了门，而她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。严小姐在吗？我是陈淼的妻子，袁若初，漂亮但是有些冷冽的中年妇女。她是来兴师问罪吗？我还没说什么，严丹丹自个就走了出来。袁姐，对不起，但是这个孩子我会生下来，我身体不好，一辈子可能就只有这个孩子，我不会缠着陈哥，和他也只是露水姻缘。我知道我错了，我只是那时候太年轻，喜欢上了不应该喜欢的人。严丹丹面对正宫，一副娇弱可怜的姿态，迅速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。之前她是想要逼宫，但是得知刘康宁的事情后，她又转了方向。严丹丹和我一样，都是爱钱如命，不然也不会成为闺蜜。我抱着胸站在一边，袁若初笑了笑，她似乎对严丹丹和自己丈夫在一起不太在意。严小姐，你误会了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希望你闹上门，而不是一个人这么辛苦地怀着孩子。其实我一直以来都想和他离婚，但总是被他拒绝。我希望你可以帮我。可是现在严丹丹的目的已经变了，我看向闺蜜，而她也看向我。不了，袁姐，我想要平静的人生，500万，只要你帮我离婚。袁若初有些轻蔑地笑了一声，看来严丹丹的拜金她也知道了。我有些担心，正想出声打断，却被严丹丹接了话头。也就500万而已，能够我买房吗？袁姐，我不差钱。拜金的闺蜜抬头直视傲慢的袁若初，难得硬气了一会。什么时候她也有骨气了？袁若初冷笑一声，说给她考虑1个星期。可严丹丹就像吃错了药，
居然义正言辞地拒绝了500万提案。500万可比250万多呀！气得袁若初骂严丹丹狮子大开口，转头就离开了我的公寓。我有些惊讶严丹丹的转变，而她见袁若初走了，才得以松了口气。上天啊！我总算硬气了一次，我总算不用看别人眼色。你知道之前袁姐多刁难我吗？看我青春貌美，就怕我挖她墙角，整天给我使绊子。嘴上说自己想离婚，其实天天去找老头卖弄。估计喊我过去，不过是想要利用我，好让他成为陈老头的朱砂痣。我知道我坏，我知道这样做是错的，但是我就是想要报复他。刚刚出那口恶气，真的是爽。装什么装？他一股脑说着，抽了几张纸巾擦拭眼泪。还好有你呀，雅雅。我不明所以地看向闺蜜，她咧开嘴笑道：俗话说得好，闺蜜的钱就是我的钱，别忘了分我250万，到时候刘康宁继承遗产了，你们离婚估计还能分一笔，我就靠你养着了。这可是以前我们说好的呀，你可别装不记得。我看向严丹丹谄媚的脸，恍惚间记起了以前的时光。一开始，我和严丹丹刚开始关系不是很好。严丹丹长得好看，看起来就是楚楚动人，是个能惹人心疼的绿茶。而我相貌普通，成绩一般，只有一双巧手，很会赚钱。因为是邻里，两个人又都是家境贫寒，所以严丹丹经常来找我一起去做手工。当然了，她不仅仅是因为顺路，她喜欢看到被人拿她和我对比后无比惊艳的眼神，偶尔的几句吹捧都能让她开心的不行。我很钝，倒是无所谓严丹丹的绿茶，毕竟家里实在太穷，比起这些虚无的东西，我更想用心赚钱。哎，要是以后能嫁个有钱人就好了，那我就不用再吃苦了。严丹丹娇滴滴地说了声，人虽说是极漂亮的，但手却一眼看得出是做粗活的。严丹丹虽然看起来浪荡有心机，却没有谈过恋爱，她觉得自己是要做阔太的狠角色，便不愿意和村里的男人们有过多联系。出众的相貌确实不应该出现在这个破落丑陋的农村。就这么平平淡淡的过了7年。和我攒钱读书不同，严丹丹把钱都补贴给了家里，因为她比我还惨，她还有个哥哥，而她的爸妈正急不可待的要把她嫁出去。凭什么要我嫁给那个人？就为了彩礼钱？就因为我是女的，就应该把自己卖了给我哥攒彩礼钱吗？爸妈，你们为什么不看看我？我也可以为家里创造价值啊！我从小到大给这个家做了多少事？我一直打工补贴家里，这就是我的下场吗？求你们看看我好不好？我不要嫁给那个弱智，只要我嫁了个有钱人，我们家也不用吃苦了呀。她哭得很好看，就算是拉着父亲的裤脚哀求，也没有丢失她独有的美。那时候我第一个想法就是这个，于是我躲在角落，看着严丹丹的挣扎。因为我也对这种环境无能为力，只能看着压迫发生，而严丹丹仍旧在声嘶力竭地争取自己的自由。我不要嫁，我才18，从小到大我都做家务，还出去打工，哪点不比在家里做少爷的哥哥好？爸妈，为什么你们就不看看我呀？严丹丹的双眼盛满了眼泪。而他的父亲抽了一根烟，别做梦了，钱已经收了，你嫁过去也不会吃苦的。他家有地有房。严丹丹的哥哥走了出来，驱赶了围观的人，把亲妹妹关在了柴房。在我拿着攒了7年的工钱去读大学的那天，严丹丹嫁给了村里的弱智。她的丈夫什么都不懂，倒是让她没被占了便宜。
等我因为父母出意外离世回来处理丧事时，许久不见的严丹丹躲在了我家里。求你带我走好不好？女孩仍是雪亮的双眼看向我。第一次我没有帮她，这一次她主动上门找我。为什么你要找我？因为我只有你这个朋友。朋友不至于，我们是同类罢了。我于心不忍，带走了她。好在严丹丹和弱智没领证，只摆了席。她很聪明，一直表现得贤惠持家，所以婆家人对她没有过多管制，这才有机会被我带了出来。在我变卖完老家的田地，才把藏了3天的严丹丹带离了这个贫穷的村子。半夜，3轮车上只有我和严丹丹，村子越来越远，逐渐不清晰。严丹丹，你不怕他们找你吗？怕什么？我已经离开了，这辈子不会再回去了。他转头看向我，收敛了哀求我时的楚楚可怜，眉眼中又染上了年少时的风情，还多了几分癫狂。听我的，别他妈想那么多东西，情啊爱呀，都是狗屁，不要被这些琐碎牵绊。人活着就要为了自己。你看我给家里做了多少事，最后换了什么后果？雅雅，我现在悟了，多赚钱，多赚钱，只有钱不会背叛你，赚得够多，你才有真正的自由，今后的人生才能被自己掌握。祝我们父母双亡，今后再也没有别的牵绊了。严丹丹坐在3轮车上，张开了双臂，笑声夹杂了眼泪。这是我们的新生日，她说得对，今后就是属于我们的人生了。钱，搞钱。为什么我和严丹丹是一类人？在那个村里出来的女孩，对父母都没有太深刻的情感。比如，我和爸妈的关系也很差，尽管我是他们唯一的女儿，却因为村里重男轻女的闲言碎语，导致生不出儿子的爸妈对我满是恨意。要钱没有，只有一条贱命，拼死打工养活自己。要是家里有个儿子，估计我也会和严丹丹一样。还记得我交学费的前一天，差点被妈妈偷走了存款。后来他们出事那天，其实是跑到城里联系我，要我去相亲。所谓相亲，便是拍板定宴，彩礼钱可是有好几万，够他们吃喝玩乐一阵子了。好在老天看不过去，他们就是生不出儿子，哈哈哈。而严丹丹和我无比契合，我们从小一起打工赚钱，也因为重男轻女受到了父母莫须有的苛责。而我们也是同样情感淡薄的人，只是他比我会伪装一些，爱钱，了解钱的重要性。我们都想要靠金钱获得人生真正的自由。被我带到城里后，他不再拘泥于偶遇富豪，而是流连于能养他的男人，打了几次胎，这才导致难孕的后果。他对男人是没有真爱的，他只要钱。而我大差不差，为了钱把自己搭进去了。我们是一类人。有次我上大学，学费还没凑够，严丹丹主动给了我资助，这算是投资。以后我要是有什么困难，你可要养我呀。他扭扭捏捏地说了一句，是真心帮忙，又或者只是为了投资，我也不知道。我点头接下了他递来的钞票。既然能做出带他离开村子的事，那么以后养他对我来说也不是难事。没想到现在我已经把这事忘了，反倒是严丹丹念念不忘。严丹丹抱了抱我，撒娇了好一会才回到房里，而我转身去找刘康宁，还纠结，这是你不亏的，反正你生不出孩子了，能有人给你孩子养你，都要感恩戴德了都。我端着水杯继续扑刘康宁，他沉吟了片刻，啪嗒一声掉了滴眼泪。给别人养儿子实属触及我知识盲点了，你让我缓几天。就算是刘康宁这种窝囊男人，他内心深处的男人尊严也让他做不到给别人养儿子。一连过了半个月，
严丹丹的肚子又带了一圈。刘康宁还没纠结完，得了，大不了孩子生完借你拿去哄你爸立遗嘱先，然后孩子还给我们，我们自己养。你和你爸就说孩子死了，然后我再借机说离婚的事。OK。刘康宁吸了吸鼻子，哼哼唧唧的点头。春天，闺蜜生了儿子，刘康宁带着孩子给他老爹看。夏天就立了遗嘱，还开放了账户给儿子用。秋天，孩子说是着凉没照顾好，嘎了，孩子的户口最后迁到了我的户口下。我喜提一个干儿子，我和刘康宁提离婚，在500万的前提下，还带走了一套房子1辆车。刘康宁和我分手时，他和我说了一声谢谢和一句恭喜。裴亚，其实我是真的挺喜欢你的，你和我认识的那些人很不一样，但是我身子不行，我不能害了你，所以才拒绝了你的提议。要是我们真的能有孩子，我会延长合约的期限，那会是一辈子。他自顾自地表白，而我挖了挖耳朵，说够了吗，老板？我急着回家吃饭。一辈子，这简直就是笑话。我可不会再被束缚在某个地方，人生是我的，自作多情请靠边。新家里，严丹丹就和我一起住，她怀里的孩子呜呜地哭着，完全没有继承严丹丹的美貌。这小孩长得又老又小的，你那个陈淼是不是很丑啊？还好当初一出生我们就抱去给老头看了，不然就现在这个样子，可是会露馅的。严丹丹见我贬低她的孩子，忍不住翻了个白眼。大姐，人家有钱不就够了吗？还介意孩子会不会丑啊？我耸了耸肩，别说了，看看新店的选址吧，别有了孩子忘了事业。我打开了合同，为了利益最大化，500万我们存在了一起吃利息。现在打算开个刺绣 DIY 兴趣课程。小时候我们的绣花功夫可是一绝，可是村里最会刺绣的一拨人，你自己看就好了。我无条件答应。现在我还得带孩子，这段时间我在家里直播打广告。严丹丹之前是在传媒公司工作的，是个舞蹈才艺主播，她知道怎么起号，也有优秀的外形，自然很快就掌握了流量秘密。在我在外面跑的时候，严丹丹已经运营出了一个万粉号，大家有兴趣可以点击下方预约哦。生完孩子的严丹丹消去水肿，多了几分熟女风韵，娇滴滴的模样，再穿上一身凸显身材的旗袍，一下子吸引到不少人头。丹丹是单亲妈妈哦，孩子长得又老又丑，随他爸爸了。丹丹也没有办法，她媚眼如丝地眨了眨眼，把孩子抱到了镜头前展示。结果第2天，严丹丹的老熟人找上了门，传媒老板陈淼，那个中年丑男人，你的孩子和我小时候长得一模一样。丹丹，我们结婚吧，我现在就和他离婚。吃瓜群众的我把小孩抱进怀里，果然如我们所料。那时候他要严丹丹回去，其实是他的一场豪赌。他既不是男人的白月光，也不是朱砂痣，只能赌我们脸皮薄不上门罢了。当然了，不是我们正直不阿，仅只是有更好的选择罢了。对不起啊，陈先生，孩子是我的，是我借给严丹丹做拍摄道具而已哈。不信你就看看我的户口本，孩子上的是我的户口。陈淼一愣，拿着户口本看了几次，又看着怀里的孩子好几次，太像了。我说孩子是我的，都觉得无比心虚，不可能不是我的孩子，我们必须做亲子鉴定。我转头看向严丹丹，无比慌乱，而严丹丹咬了咬指甲，没多久换上了梨花带雨的一张脸，看向陈淼，陈哥，事已至此，我也不瞒你了。孩子确实是你的，但是我知道自己不配。孩子已经过继给了我生不出孩子的堂姐，
那我就给他钱。陈家的孩子不能流落在外。陈淼义正言辞：呜，陈哥！严丹丹一个飞扑，倒在了陈淼的怀里，两人相拥在一起，恩恩爱爱，腻腻歪歪。我看不下去，转头就离开了公寓。次日我还没睡醒，手机里就被提示音吵醒。好家伙，睡一觉手机居然多了500万！而严丹丹也在第二天回来了。我在代婆面前耀武扬威了好一会，最后十分大气地把陈淼让给了袁若初，可把他气死了，哈哈哈！只能捡别人不要的，真可怜哦。我翻了个白眼，那丑东西以后怎么办？你不怕袁若初虐待他？严丹丹收敛了嘴角的幅度，给陈淼爸妈养着了。我也怕后妈对他不好。好在陈淼爸妈一看，丑的和他儿子一模一样，喜欢的不行。这孩子往后日子不会差，你不会难过吗？可能你这辈子就只有这个孩子了。严丹丹淡淡的看了我一眼，无所谓，太丑了，我不要。他跟着我，不如跟他爹。现在我目的达成了，生不生孩子也无所谓了。说完，他又像只笑面狐狸般蹭了过来。姐妹，以后我们创业，做大做强。严丹丹一直都是严丹丹，比我薄情，比我狠，比我趋利，是只白眼狼，却是我无法割舍的同类。我们选好址，1年后正式开业。这期间，严丹丹很是卖力，她长期运营直播，维护了一波自己温文尔雅的形象，又加上用宝妈这个标签宣传，更是吸引了不少人来报班。而我们也不是虚的，练了7年的技术是实打实的，这足以惊艳所有人。只是后期报名的人越来越多，我们不得不再招聘几个人，自己也渐渐退到了幕后，日子倒是过得平淡又充实。没多久，严丹丹又想谈恋爱了。她和榜一大哥很是甜蜜，翘了几天班，跑去和人奔现了。回来后，严丹丹又是那个狐媚样，扭扭捏捏地说着要搬出去。姐妹，你等我成了阔太，到时候我养你啊！她笑嘻嘻地说了一声，从此就消失在我的视野里。后来我打了几个电话，联系不上她，就没再坚持了。也不知道是死了，还是真的成了富婆不认我了。而我继续整自己的小店，把严丹丹没拿走的钱都记在了自己的账下。现在成了阔太，可是不会再看得上这笔小钱了吧？我想。而刘康宁继承遗产后，成了一个大闲人，不干活，四处瞎逛。某天来到了我的刺绣屋，我没理他，可他的眼睛还是直勾勾地看着我。雅雅，你那个孩子呢？好久不见了。严丹丹也是，没再见到了哦。刘康宁试探性地问出了声。我看了他一眼，便继续忙活手上的工作，都不知道死哪去了。现在就我一个人。刘康宁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。自那后，他就经常过来找我闲聊。一个无能的男人，在我面前孔雀开屏，总是有些奇怪。长达30年，刘康宁还是雷打不动的来找我尬聊。雅雅，咱们都快60了，我给你养老好不好？因为身体缘故，他一年比一年排斥女人的接近。父母好几次给他安排的相亲都被他拒绝了。有了钱，刘康宁的翅膀硬了，他爸妈再也逼不了他去下崽子，而他只有对我很是体贴。他有几次提到复婚，我都说要事业为上。现在到了中年，还有几年就能退休了，好像是时候该让自己闲下来了。我看了他一眼，淡淡的笑了一声。老来有人做个伴也不错，我始终是自由的，只是年纪大了，害怕寂寞罢了。行啊，我们2个老东西凑在一起去全世界旅游去。房间里淡淡的花香味飘起，我心境很是满足。就这样吧，我想
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《真情人间》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